界美食大赛，龙国已经连续10年无缘保单。阿三国咖喱抓饭第3，美丽国特级炸薯条，东阳国鱼生寿司分获。炒锅蒸笼算个屁呀！薯条寿司儿才真美食。听说龙国美食协会会长刘冰冰重金求饭，悬赏1000万，寻找会做传承美食的人。垃圾薯条也能获奖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，龙国美食才是最。Hello， 各位亲亲宝子们，探店傻逼多，真假老唐说，哇，什么味道这么香？走，兄弟们，咱们去看一看。炒饭，没听说过，估计是假冒传承美食吧。等等，我也花了1万块。哇，路边摊能是什么好厨师啊？确实，只有厨师才能完成传统美食。摆摊的有这本事，咋不去找刘冰冰要那1000万？老唐别豫，去戳人骗局，让摊主后悔下跪，痛哭流泪。OK， 哎，老板，你能做传承美食？来，我给你100块，你给我来一份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1000万粉丝博主。抱歉，本店谢绝还价。不过，看在你是本店第1个顾客的份上，可以让你先尝尝。哇哦！伊利呀，趁热吃。怎么感觉他在嘲讽我呀？哎，兄弟们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！骚胖，来一份。如果不好吃，你摊也不用摆了。支付宝到账1万元，恭喜宿主成功卖出第1份炒饭，任务即将完成。丽丽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会给你幸福的。呵，幸福啊！没有钻戒，没有豪车，你又不是厨师，连66万的彩礼都拿不出的穷鬼，凭什么跟我说幸福？凭你继承的小吃摊吗？这才是我要的幸福。孙少家可是拥有凉拌西红柿美食的传承世家，分手吧，臭摆摊的穷鬼！嘿，讨厌！丽丽，为什么我没有美食天赋？为什么我不是厨师？去他妈的爱情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探主穷！检测到宿主极度愤怒，美食传承系统激活，主线任务发扬美食文化支线任务。小吃摊以1万的价格卖出炒饭，任务奖励50万，食材、厨具、就位，烹饪技巧力传承。我操！传说中的炒饭！哇哦！从未出现的传承美食竟然卖出了天价，这到底是真还是假？是道德沦丧还是人性扭曲？老唐，我今天下血本了1万块，兄弟们还买不到你们的1键3连 ，OK？ 冒充厨师这么赚，我现在出摊还来得及吗？想多了，这可是老唐，网上知名的探店打假大 V， 这小子完蛋了！哈哈，要骗钱先下本儿，你知道骗局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曝光，好点充点门面呀！少点拖，炒作几次，我勉强还相信，是吧？你这小地摊7万块，来了，经典的店家盲目自信环节，现在是嘛狗都敢自称厨师，我呸！真有那么多传承美食，龙国也不会在国际上说难踩。想法不错，姐姐阿三国的手法以精密为原料，
这味道好香啊！这是传承美食烧鲍鱼啊，不对，好像还有乱炖蘑菇的清香。这到底是什么汤？18种食材，天下第一汤，佛跳墙。天下第一汤，莫非是顶尖汤类传承美食？1、2、3、4、5，小小的一碗炒饭，竟然有5种传承美食为一体。老板，你卖1万块，真的不会亏本吗？啊！龙国美食界有救了！凉拌西红柿吃不饱，非要吃这种假冒传承美食路边摊，有个穷酸味儿。哎呀，酸少别气了，大不了今晚什么要求都照办。我做了20多年厨师，现在才品尝到传统美食的美味。师傅在上，举手徒儿一拜。独家秘方，概不外传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找一个有名气的托儿，一个悔过拜师的戏码，几块钱的冒牌货，打上传承美食的名字，卖1万，血赚。好心机，好剧本。我孙氏集团拥有凉拌西红柿真正的厨师世家，耻于与你们为伍。什么？居然是剧本？我就说怎么会好吃到连碗都舔干净？孙氏凉拌西红柿我吃过，1000块钱就那么一小份儿，但是真好吃。孙少亲自来打假，肯定错不了。我勒个嘚儿啊！身边居然有吃得起凉拌西红柿的隐藏大佬，求抱大腿！我以厨师世家鉴定炒饭为假，彻底封杀。我看整个江城有谁还敢点？对不起，请让一下，来让一让。老板，来一份炒饭。支付宝到账10万。乖，那不是马爸爸吗？他怎么会来路边摊？我靠，10万块！看直播我就知道这炒饭绝逼好吃。老板，再来一份，不，再来10份，太他妈好吃了。抱歉，仅售2份，已经卖完。老板，我可以加价，20万。不，50万。50万，这卖的是黄金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50万，额外奖励刀法及刀具1套。新任务：小吃摊上卖出5份牛肉面，每份5万。牛肉面技巧随时可领取，奖励食谱定制开启。50万到手，轻轻松松，系统真给力。也对，厨师确实规矩多，有些传承美食，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老板，下次出摊记得通知我。这是定金。我马小云给的东西你可以丢，但不能还。马少，我的意思是，这车能不能折现呢？哇！毕哥哥，恭喜你成为厨师啊！其实那天我是有苦衷的，你开门，我仔细跟你说。有屁就放。哎呀，天太黑了嘛，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回家，很危险的。往前300米，公交站，走快点还能赶上末班车。
刘弼，你要走了，我们就彻底分手。碧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放不下我，和好吧？你现在已经是厨师了，还研究出了炒饭秘方，咱呀把秘方一卖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三少答应，只要我找到秘方，就跟我结婚。刘弼，爱我你就帮我一把。我只是想说啊，人丑就别想太多。刘弼，你不会真以为你一个臭屌丝能娶到老婆吧？哎，老婆，外面这个丑女人太吵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还不松手？真把我当你老婆了？抱歉啊，美女，多谢你配合我。没事，听说你会做传承美食，是真的吗？你是？我是龙国美食协会会长刘冰冰，马上就是食神大赛了，如果我们再输一把的话，就全完了。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抱歉啊，李冰冰小姐，我呢会的也不多，实在帮不上你，我还要去别的地方摆摊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如果食神大赛失败了，那我和孙猛的赌注就彻底输了。刘弼，我一定会得到你。哦，惊人的刀工，神乎其技的美食技巧，从环境看似乎是在龙国。难道龙国出现了天才厨师？也不知道会不会参加国际食神大赛。开什么玩笑，龙国，那片被美食之神诅咒的美食荒漠，不可能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一定是我们韩国思密达。不管是哪里人，安德烈永远是美丽国全世界都第一。有趣，龙国似乎出现了一个高手。不过，如果在食神大赛上遇见他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。冰冰小姐，我真帮不了你。我今天是来吃饭的，所有的炒饭我全包了。那让您失望了，今儿不卖炒饭。牛肉面，神级传承，每份5万，限量5份。先到先得。嚯，现在骗子连装都不装了，牛肉腥味膻味那么重，能做美食？你还别说，这案板上的面呀，看着嚼劲十足，有模有样的，但是把牛肉加上，这不把面都给毁了吗？冰儿小姐，要来一份吗？又是一份只听说没见过的传承美食。刘弼，你究竟是谁？都让开！知不知道是高档小区？敢来摆摊？来，把摊子给我掀了！我虽然是个厨子，不过也略懂刀法，还需要继续吗？不。别吃，有毒！你就是刘弼，胆子真大呀！为了伪造香味儿，竟敢在售卖的食物里添加致死性极强的香精素！
我操，居然添加了香精素，怪不得闻着那么香。刚才还想买一碗尝尝呢。不然牛肉这么难吃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好吃？哎呀，好臭的嘴！我刚出锅的牛肉面都不香了。我们孙少可是掌握传承美食的世家少爷，本届食神大赛的种子选手，更是龙国美食界的未来。而你，一个只会弄虚作假的垃圾摊贩罢了。有这样的种子选手，我算明白为什么龙国美食界屡战屡败，在全球都抬不起头。我只是觉得龙国美食界的未来一片黑暗。不过，幸好有我。行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你使用香精是事实，别想狡辩，把摊给我卸了。我看谁敢！会长啊！我说怎么有恃无恐，原来是傍上了协会会长。我说冰冰啊，你知道我们之间的赌约必输无疑，所以病急乱投医，找个臭摆摊的来参加大赛了。哼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只是想说，江城的厨师都是垃圾。我操，这是这么勇？废话，美女富婆在前，我比她会吹牛。那就明天厨神大赛见，别被吓得不敢来了。刘碧，我们谈谈吧。也就是说，明天我必须用豆腐作为食材，在比赛上夺奖。对的，原本我们打算用豆腐汤参赛，可惜秘方被内奸窃取卖到了孙家，所以才不得不求助于你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该为难你。不是，只是豆腐能做的美食太多了，我有点不知道选什么。你这是在安慰我吗？没有，刘会长，只要你把我的牛肉面都买走，我就代替美食协会参赛。今年龙国美食协会竟然只派1人，这么自信？食神大赛可是体力活，别的队伍少则3人，多则4、5人参加。哎，龙国美食看来真的是落寞了，居然有选手连参赛人员都配不起。怎么了？还是没有联系到人吗？一圈白眼狼，昨天都说会来，结果今天个个找理由推脱，都不用猜，一看就是被孙猛那个王八蛋给收买了。完蛋了，全完了。哟，这不是刘会长和他的小白脸主厨吗？是我近视了还是眼花了？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了？是我让厨师去休息的，厨神大赛而已，有1个人就够。再说了，早就说过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哦，除了你废物。刘冰冰这是疯了，还是知道打不过自暴自弃了？难道说是想引起公愤，挨一顿打，因伤退赛，还是想和厨师互殴，拉几个垫背？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招呢，原来是准备2败俱伤啊！听说你刀工很好，似乎豆腐雕制也是一种美食。你们昨天是这样说的吧？本次大赛新增规定，食材必须经过烹饪处理，否则不算成品。哼，哎呦，还是组委会下的细致啊，把某些人想走捷径的想法给打断了。你今天死定了！我说的，耶稣也留不住。哎，这是龙国，不是耶稣的地方，这是食神大会，我的地盘。荒唐！路边摊怎么配参加食神大赛？你就是刘碧啊，混迹食神大赛的地摊佬，给你个机会，自己滚出去，别逼我的保安动手。八老，他闭嘴！刘冰冰，自从老刘死了以后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翅膀硬了，连我安排的婚事都敢拒绝。八老，
亏我一直那么尊敬你，可你如今却为了得到秘方，逼我嫁给孙猛这个禽兽。反了天了！不知道尊卑礼数的东西，看我今天不……老狗狂吠，你累不累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侮辱狗，毕竟狗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好，刘冰冰，你算是找到了一个护你的好狗，压尽嘴利的小子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美食。竟然是号称营养第一、美颜圣品的水煮鸡蛋！八老不愧是美食协会会长，先用手掌检查鸡蛋的纹路，再用勺子规律搅拌，让鸡蛋在水里受热均匀。这样的技法神乎其神，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啊！笑什么？没事，我想起了一些高兴的事。怕了就直说。只有八老这样的人品，这样的厨艺，才能称得上龙国美食界的顶梁柱啊！我替龙国美食界谢谢你这根帮倒忙的柱子。传承美食，水煮鸡蛋完成。怎么？你是在想怎么滚出去吗？这也能算美食？给我3分钟，吊打你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？没错，这就是蒸鸡蛋。区区的一个蒸鸡蛋，跟我的水煮蛋没有什么区别。他在干什么？好好的蒸鸡蛋被他毁了。他不会想着黑乎乎的东西调色吧？蛋羹的颜色本身比较淡，但是也不能用黑色的水调整颜色呀。好好的蒸鸡蛋，这下毁了，黑乎乎的，看着你没食欲。可惜这原本的蒸鸡蛋跟八老的水煮蛋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呀。什么东西黑乎乎的？我不吃，怕中毒。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。50万一碗酱油蒸蛋，谁吃？没人吃，我可涨价了。100万，有没有人要试试？哎呦，啊，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，爷爷？这不巧了吗？老爷子一看就是营养不良，老吃西红柿身体能好吗？来，老爷子吃点好的。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我弄死你！应该是毒素，赶紧催吐，或许还有救。抓起来！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！等等，刚刚给我吃的是什么？党参，我加了党参。这老爷子一看就营养不良，所以我以食作补，这就是龙国美食的至高境界。药膳。什么？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厨师，第一次知道美食还能治病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难怪一道美食要100万，我也想体验一下返老还童的滋味。药膳需要对症而做，刚刚只是一个特例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老还童。我叫孙良，孙家家主。你年纪轻轻就掌握了如此高深的美食技巧，龙国美食后继有人呢。小猛，快过来拜谢恩人。孙老，等一等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好好检查检查，这效果这么好，极有可能是加了什么禁药啊！你小子竟然敢给我爷爷下毒，给我等着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赶快带我爷爷去医院！就你这下三滥的手段还想瞒过我？等比赛结束，我定会联合龙国美食界封杀你，以正风气。
真是条腐朽老迈又身居高位的疯狗。我算是明白为什么龙国美食界会屡战屡败。刘碧，你的队友呢？难道一个人就想赢得食神大赛？一个人即可成队，又何须队友？至于比赛，只要我想，就一定会赢。吹牛谁都会啊！刘冰冰小姐可是对你寄予厚望。根据赌约，如果你输了，她的所有一切都会属于孙少，包括她自己。你就一点不担心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可以帮你。主厨我不行，但是作为助手，我还是有些天赋的。哎呀，看到没？你的厨具啊，被人动手脚了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你的秘方要给我一份。你以为我会信啊？这厨具本来就是孙猛做的手脚。你来这儿他知道吗？还是说他知道你们俩在这儿跟我演双簧呢？哼！哼！失败了？不，很成功。很好，这次我看他怎么死。还有那个刘冰冰，等他赌约输了，咱们走着瞧。杀伐果断，不愧是我的孙子。您之前还让少爷给他道谢。缓兵之计罢了。你去暗中都帮帮小猛。得罪我孙子的人都得死。等他一死，药膳配方自然就是孙家的了。家主英明。竟然能毫无副作用的返老还童，这样的秘方只能是孙家的。实木桌子这么小的空间，他怎么藏这么多厨具？孙少放心，即便他自带厨具又如何？一切仍在我们计划中。这些年，国外美食高手层出不穷，我早就呼吁全面西方化，向外国学习。可是，就是有一些老顽固，看不清形势。龙国美食界的前途啊，一片黑暗。没错，幸亏啊有八老您撑着，这才没让国外美食界为所欲为。这次比赛，您觉得哪位选手会夺冠呢？不太好说。孙家的凉拌西红柿，赵家的水煮白菜，以及钱家的拍黄瓜，都是秘传美食，就看他们谁发挥的好了。听说有选手在赛前扬言要挑战整个龙国美食界，结果呀，被八老您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没错，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而已。你看，他现在又开始表演了。豆腐是一种高端食材，对刀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果然，他束手无策，只能放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乖乖，豆腐居然能切成丝，这居然是人能做出来的！豆腐肠丝儿，这难道是传说中失传已久的那道菜？这么说的话，冠军肯定是他的了。这么刺鼻的辣味，他究竟要做什么菜啊？豆腐肠丝儿，这不是传说中文丝豆腐的做法吗？可文丝豆腐哪有这么冲的调料？豆腐这种清新滑腻的食材，你竟愚蠢到用极品辣椒做辅料，真是大开眼界啊！孙猛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八老，我的人被人调换了调料，我要申请重赛。刘冰冰，注意你的言辞，你有证据吗？老刘死后，你越来越没有长进了。这就是你找来的人吗？连辅料都能放错，
赶紧劝他退赛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这样的水平是怎么让他通过初赛的？我上我也行。可能切出文思豆腐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难道真的被人针对了？刘冰冰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们退赛。等等，为什么退赛？比赛规定不能更换调料，你的调料都被人给换成辣椒了，你不退赛还能做什么？难道说你想用豆腐和辣椒做出一道美食吗？为什么不呢？优秀的厨师，万物皆可为菜。这人疯了吧？豆腐和辣椒也能做菜？大话谁都会说，我还说我是上一届食神呢。比赛现场保持安静，奖惩参赛者警告一次，谁要再干扰了赛场秩序，直接逐出比赛现场。八老，豆腐和辣椒真能一起做菜吗？为什么他的做法看上去像模像样的？这是在模仿盐水鸡呀，想用盐和辣椒的味道对冲。可惜呀，学艺不精，没考虑到豆腐和鸡肉的区别。不用看了，他肯定是第一个出局。经过1个小时的精心制作，现在所有参赛队伍都已经完工。那么根据赛前抽签顺序，首先由江城队上台展示自己的作品。龙国的菜讲究色香味形，我这道菜比较特殊，希望各位评委承受得住。老朽我当厨师70多年，什么特殊食材我没见过，这招虚张声势对我没用。你个混蛋，你敢下毒！保安，保安！哼，你闭嘴！你能不能换个说辞？老子忍你很久了，要下毒也该下给你。大家放心，我这套麻婆豆腐用了特殊的手法凝聚了辛辣味，所以在刚揭盖的瞬间，味道会有一些冲。不过，这种刺激对人体不仅无害，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他说的不错，他说的不错。不用。哎呀，我感觉到如此的舒服，这辛辣味啊，把我的老寒腿都治好了，而且我多年的鼻炎也畅通了。嘿嘿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我是不吃豆腐的，这麻婆豆腐做的色香味美啊，看着都流口水呀。没错，它先以红色引出我们的食欲，配以绿色的葱花点缀，再加上辣椒原本的生津作用，这道菜它几乎把色香型做到极致了。对，好，这个就是麻婆豆腐的魅力。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、酥嫩鲜活，其中2点最重要的就是麻和辣。这个还得感谢孙少，感谢孙少送来的极品花椒和辣椒。这道菜的功勋章有你一份。哼，我倒要尝尝有没有那么夸张。哎，你不配！混蛋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知道，你不就是美食协会的荣誉老流氓？不对，荣誉老会长嘛。可惜这是食神大赛，这麻婆豆腐就这么点儿，评委们还没吃呢，哪轮得到你啊？不错，八老，你是特邀嘉宾，这评判的工作就交给我们了。
哇，豆腐的鲜嫩，搭配上味道相冲的麻辣，巧妙的融合在一起，神品，绝对的神品呐！哈哈哈哈！啊，利用豆腐的特质，保证每一下块都是刚出锅的温度，麻辣鲜香，竟然能任意两组合，味道是连绵不绝呀！豆腐的嫩滑平庸了辣椒的极端，因此对皮肤的伤害都可以忽略不计。女士还可以多吃。我向食神的归属已经确定了。我不同意，其他选手的菜品都没点评，不能那么草率下结论。我老头子腰酸腿疼的，你们两个谁去给他们点评一下？点评个屁！食神大赛多少年没有出过新品了，来来回回就是这些，我都吃吐了。孙家2版西红柿7.8分。评委，我是钱家的，我的作品是拍黄瓜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脸认错了啊。好，钱家拍黄瓜7.6分。赵家水煮白菜7.7分。八家水煮鸡蛋呢7.7。哦不，7.5。如果诸位没有意见的话，那么今年龙国的食神就是我反对。八区，你的食神大赛的为什么不通知外籍裁判的干活？一郎家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我们呀是怕耽误您的行程。这是知晓一郎，今年的外籍裁判，国际食神大赛比赛规定，龙国设一名外籍裁判，评分标准是30分，是咱们3个人的评审总和，并且有1票的否决权。龙国的比赛决定权在外籍裁判身上，还不是我们龙国美食界次垫底啊！不过以前食神大赛这些外籍裁判都懒得来的，今天这玩意儿什么情况？看来我的来的不晚。豆腐辣椒1顿的干货，我的分给孙家，2版西红柿大大的好，食神孙家的干货，听懂了吧？孙家才是真食神。刘冰冰，你个贱人，拿什么跟我斗？刘碧，你个地摊佬，洗干净脖子等死吧！八区，快点宣布结果。好，我宣布，食神大赛的冠军是……等等，又是你！今天有外宾在，休得在这放肆！滚开！我不跟别人的狗说话。我刘碧不认同比赛结果，所以我退赛。刘碧，你别冲动。虽然你不是冠军，但你可以以替补的身份去参加世界食神大赛。但你一旦退赛的话，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他说的对，孙家明显和东洋人勾结在了一起，你退赛正合他们的心意。听老朽一句劝，留得有用之身，静待黎明。不用劝了，我浑身上下就骨头最硬，不像某些人给别人当狗，已经当出优越感了。混蛋，有外宾在，少在那阴阳怪气。如果影响了龙国在其他外宾眼里的形象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形象和地位是打出来的，不是像你一样当狗求来的。堂堂龙国美食界，竟然任由一个小八嘎拿捏，一群怂蛋！看来我的麻婆豆腐注定没有知音。这就是龙国懦夫的全部。妈的，老子也退赛！这几届的冠军都是世家子弟，根本没有我们平民百姓的份儿。我早就该觉悟了。说的没错，老子早就看那些暗箱操作不满了。龙国美食界就是这样被毁掉了。我也退赛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一郎裁判，我和我的同事都感觉判罚不公，我们决定宣布退出比赛。你们的决定与我毫无关系，你快点离开。不，跟你有关系。根据比赛规则，你被弹劾了。那你？如果有一半的参赛队伍和龙国的裁判共同反对外籍裁判的判罚，那么将启动弹劾条款。
被弹劾的外籍裁判必须接受斗菜，输的一方要在美食界除名。不知道你是否做好了被除名的准备？龙国人，教吧教吧你！我大东洋师神接受你们的挑战，让你们的挑战者出来，他一定会死了的。这就是你的计划？你就这么有信心？他可是国外知名的食神呐，跟国内的弱鸡不一样。看来孔外是你们这群人的天性。食神怎么了？小爷打的就是食神。做菜前，请双方友好握手。低贱的龙鬼，不配我伸手。巧了，我也不喜欢跟五音不全的杂种握手。大哥，我的是外宾的身份，你的必须尊重，否则死了的。废话真多。那个崇洋媚外的老狗，赶紧宣布规则。有被挑战者选择斗菜项目，挑战者所做的美食必须通过被挑战者的认可才算赢。我选择余生，想在余生上获得我的认可，绝不可能。巧了，余生我也会一点点。少在这装模作样，还一点点。你该不会以为余生是拿刀切鱼生着吃吧？难道不是？丢人现眼的土包子！我劝你现在就认输，说不定伊朗军还能手下留情，给你留条活路。真是忠心耿耿的狗奴才，一有机会就跳出来护主，一会儿我都不忍心对这个小八嘎下狠手，不然一会儿你俩没了主人，该多伤心。八嘎，无知的龙国人，余生，我大东洋的国粹内涵大大的，你的注定死了的比赛，快的！东洋国四面环海，与鱼为伴，小八嘎的余生确实有点水平。余生最考验的食材的处理，刘备摆地摊出身，怎么可能接触过那种高端的海鱼？这把悬了。就这，用草鱼做医生，也对，你只配用这种低端的食材。我靠，我没看错吧？居然是河豚，毒性最烈的鱼之一。他难道要用河豚做鱼生？这谁敢吃啊？用河豚做鱼生？不，甚至可以。狡猾的龙国人肯定是用鱼与河豚共生，让鱼肉浸染上少量河豚素，大大的提升味觉刺激。哈哈，不愧是一郎君啊，任何小心思都逃不过您的法眼。我的大东洋最厉害的食神，区区禁染法处理，赢我做梦！自大的龙国人必须受到教训。搞什么飞机啊！忙活半天，一片鱼生都没有。就是，连做鱼生要用细刀都不知道，拿着把菜刀划拉来划拉去，真是给龙国丢人。我操！大家快看，刚才丢进水里的草鱼身上是不是少了块肉？这是神乎其神的刀工，难道这才是鱼生的正确做法？不，这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假的。那你？龙国人，我承认小瞧了你的实力，但你想用一盘竟然处理过的草鱼想赢我，做梦！别急啊，我的鱼生还没开始做。你
你的说谎的家伙，这不就是你的前评？不，这个只是前菜。至于真正的作品，你似乎忘了，鱼缸里还有一位食材。狂妄的龙国人，你难道想要做河豚鱼生？我大东洋钻研鱼生100年，都不敢处理河豚毒素，那可是神的领域。你们不敢，是因为你菜。记住，你菜就多练。真正的鱼生不需要过多的修饰，只需要保留食材本质的鲜味。河豚鱼生完成，你现在可以跪下恭迎你的神。不可能，处理河豚毒素怎么这么快？你大大的撒谎！哼，那不然你先尝尝，反正也得由你来评判这道美食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，想屠杀我！八军，你得快的去取材。这他不行，这么珍贵的食材怎么能便宜赖皮狗呢？哼，别怂啊！你要不敢吃，那这场斗菜就是我赢了。你小看我大东洋勇士，我可以吃，但必须在你之后。等等，既然他们可以找人试吃，那我们也可以。我来替你吃。刘会长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如果我真的出什么意外的话，记得替我好好上炷香。我的意思是，食材太珍贵了，别吃太多了。刘会长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这河豚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我贫瘠的语言形容不出这种味道，那滑腻鲜活的味道，就好像我变成了一条鱼，自由翱翔在大海里。神品，绝对是神品美食。不能吃，伊朗先生，这河豚有剧毒，刘冰冰没事是因为先吃了解药，这是陷害您的毒计啊！孙先生，看来你是读过书，但读的书不多。难道你不知道河豚之毒还没有解药吗？反正就是不能吃。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要不我替你主人再尝一尝。孙尚，快看，真的死人了！这东西果然有毒。闭嘴蠢货，它是装的。老爷子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您还这么爱玩啊？小年轻虽然无趣，但技艺的确惊人。河豚肉嫩而坚韧，入口鲜甜，出世淡薄无味，但细品一股甜油香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先王之王。还没下定决心，就剩最后一片了。军事不立围墙之下，这次斗菜，双方的菜品都按评价，最平均。兄弟，我们走。孬种！让我们振臂欢呼，击败东洋国，拯救龙国的英雄！是的，是谁？牛逼！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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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宿主获得龙国食神称号，一阶段任务完成，二阶段任务开启。食材厨具库开放，请宿主继续发扬龙国美食文化，接受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即可获得奖励。龙国本土都没能接受自身的美食文化，看来前路漫漫，仍需努力。
这张卡里面有500万，是我给你的答谢礼。刘会长，我参赛的钱你已经提前付过了，5份牛肉面，一共25万。叫什么刘会长，多见外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叫我什么吗？会长，不好了！三大餐饮集团的人闯进来了！你快藏好了，不要出声，他们来者不善，知道吗？哦。哎呦！不愧是新一届食神的恩主，刘大会长，架子真是越来越大，我们3个都干了。石卫轩、吉善房和欧时刻，龙国4大美食巨头来了3个，你们就这样贸然闯入，是想替孙家的华宴亭报仇吗？与我们江城美食协会宣战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你们4个带地上的小兄弟们出去吧，每人赔偿10万块。是。哎呦！钱总的善意我感受到了，您不愧钱多多之名。刘会长过奖了。其实我们今天是有仪式。可臭娘们废什么话！刘冰冰，立刻将河豚余生以及麻婆豆腐的秘方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好大的口气，吴总，您是准备强取豪夺是吗？一点没把食神放在眼里。钱总、赵总，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？我们没有。没错，我们3个早就已经商量好了，喊你的狗屁食神出来，一个走狗屎运获得了秘方的地摊佬而已。老子要秘方是看得起他。我听说有人在找我。你是食神？你个混蛋，你耍老子！哼，别怕，我身为食神，随身携带一些刀具，也合情合理嘛。你别过来，我可是欧时刻的总经理，你敢伤我？挠痒痒而已。哎，都说了别怕。刚才是你想要我的秘方？哎，刚刚吴总多有冒犯，请食神息怒，稍后定会送上礼物以表歉意。哎呀，既然食神不愿意割爱，那我们就不。我同意了。你愿意？多谢食神，这下龙国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吃到你的美食了。每道菜5000万，唉，1个亿，最多2个亿。要是再多，我们就……你误会我了，我不需要钱，我只是有一个想法，需要你们的配合。哎呀，食神大义呀！既然您都愿意免费赠送我们秘方了，那我们3家也不能不知趣，是不是？您放心，您有任何需求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希望龙国人人都能学会做菜，人人都能成为食神。真是一个妄想的疯子。赵总、钱总，你们愿意陪着你们陪着，我先走了。你知道你的想法有多离谱吗？要想龙国人人都会做菜，不仅需要很多简单易学又免费的美食食谱，还需要把厨具和食材的价格都给打下来。难怪他们不支持你。别灰心，要不然我们把过程简化一下，就先从能让江城美食协会人人都能做饭开始。刘总，你放心，其他人不敢保证，但是钱总肯定会回来的。哦，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你看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谁啊？钱总他们3个已经各回自家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有了，你们也早点下班回去吧。好的，如果有事，请记得再打电话给我。看来某些人是自信的太早了。不是让你们都回去吗？刘会长，是我，赵光。
请问食神大人在吗？看来是有些人得意的太早了。我在，赵总，您请进。哎，赵公，你不说回去陪孩子了吗？哎呀，老钱，我好不容易赶在你前面一回，哎，别闹别闹。食神大人，食神大人，食神大人，您能再详细说说您的计划吗？我非常感兴趣。我也一样。不急啊，我觉得我们还缺一个关键人物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八老，我失败了。那个低贱的地摊佬太难缠，竟想用秘方威胁我们3家帮他做事儿。我就知道不会顺利，但鱼神秘方必须拿到。你知道吗？龙国美食现在危在旦夕，国外美食界已经联合起来了，准备针对龙国美食界。什么？都怪这个该死的地摊佬，竟敢公然得罪东洋食神，恶果却让我来背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必须拿到秘方，这样才能求得一郎君和国外的宽恕。我明白了，我会继续想办法的。你确定你是和他们2家一块离开的？当然，我亲眼看着他们2家怒气冲冲地坐车离开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年轻人嚣张跋扈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竟敢一次得罪3家餐饮巨头，再加上孙家对他恨之入骨，可以说他的敌人遍布整个龙国美食界。很好，优势在我。八老，我想起了一个情况，那个地摊佬和刘冰冰会长的关系不简单，但刘会长和您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放手去做，我只要秘方。为了整个龙国美食界，我牺牲一个侄女又如何？八老大意。食神，你这计划真是妙啊！刘会长，这么快就接到马小云先生了？你的女人在我手里，出门右转有辆车，给你3分钟。你说什么？地址给你了，10分钟赶不到，就给你的女人收尸吧。老大，从美食协会到这儿应该有20公里，10分钟应该赶不到吧？你懂个屁呀！就是要让他心急火燎，才没空去找帮手。可是不是说要问他要秘方吗？万一天黑路上出车祸怎么办？我操，我都忘了，你他妈也不提醒我一下。佛祖上帝保佑，那个地摊佬，不，食神，你可一定要安全赶到，你可关乎龙国的未来呀！大哥，不好了，那地摊佬冲进来了！什么？哎呀啊！哎呦，想不到你还挺能打，愣着干嘛？给我上！呀！哎呦！你给我上！上！哼！你别过来，我可是练过的。你从哪儿掏出来的菜刀？早就跟你说过，我身为厨神，随身带把菜刀，很合理吧？合理个屁！你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可就开枪了。老大，我的腿！哎呀！看到没有，这可是真家伙，把刀给我放下。系统，空间里放置的厨具质量如何？是不是随时都能具现？质量保证，宿主可以随时将厨具具现于身边。地摊佬，你应该知道我要什么，拿出来吧。等等，别给我耍什么花样，否则一枪打死他。等等，把秘方扔到我的鞋上，我相信厨师的腕力
应该可以做到。低头，嘿，这不可能！你哪来的刀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我身为食神，随身携带刀具很合理。你惊讶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不能杀我！我可是把……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废物，完成不了任务，又想卖了八哥。哼，杀了你，都他妈的便宜了你。还一个漏网之鱼。哎呦，你还挺警觉啊！不可能，我明明打中了你的胸口，你怎么还没死？你猜啊？幸好系统警觉，提前具现平底锅挡住了子弹。无非就是提前穿了防弹衣，无所谓一枪不够，再来一枪。我操！系统，你真牛逼！宿主，你现在体验的是厨师终极奥义——洞察之眼和极速之手。只要2阶段任务完成，你就能获得这样的能力。哦，明白明白，我一定加倍努力，争取早日完成任务。刘会长，你……该死的无心竟然下药！刘会长，刘会长，昨天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去看看他们来了没有。哎呀，嘿，好你个刘老板！说好了下次出单喊上我的，这自己不吭不声的得了个食神称号，还不出摊了。抱歉啊，马先生，是我的疏忽。这次请您来是希望您能帮忙。叫什么马先生？哎呀，咱俩差不多大，叫我马哥啊。帮忙可以，但是事后你要把所有美食全做一遍，我要一次性吃个痛快。放心吧，马哥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想借用您名下的网络，还有电视平台。昨晚的事儿已经处理好了。姓巴那个老不死的，知道杀手出事后，连夜跑路到了国外，这辈子都别想回来了。哎呀，出神，没想到您真是文武双全呐，竟然赤手空拳就完成了对枪手的反杀。哎，那天晚上我们来了以后，您带林会长去哪个医院了？他今天恢复得很好啊。老赵，别人的私事儿别乱打听啊！大家快来看呐！大家快来看呐！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世界食神大赛龙国赛区选拔赛昨天已经结束，由江城美食协会推荐的来自出身地摊的草根选手刘碧，力压一众名厨，获得了龙国食神的称号，将代表龙国出赛。乖，没有参加初选，一个被虐待的地摊佬竟然能打败众多名厨，这是演都不演了，没有恢复才怪呢。那由于种种原因呢，我们这个并没有采访到这个新任的龙国食神哈。但是呢，据知情人士透露说呢，我们这位新晋的龙国食神呢，可以说是意志非常的高，而且呢志向高远。然后呢，他赛后呢，居然喊出了"人人学做菜"的口号，笑死我了！这样的大话也敢说？妈的，难怪龙国美食节屡战屡败，原来选出来的食神都是这样的蠢货。据悉，已有大量不满者相约前往江城美食协会进行抗议。关注本台，稍后为您带来更详细的报道。
这是个屁的黑幕，这是有人在推波助澜，暗中带节奏。我怀疑是姓巴的那个老不死的，他之前经常黑我。现在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煽风点火、阴阳怪气的言论，矛头全部指向此次食神大赛，龙国彻底沦陷在舆论之中了。我们到底要不要马上出面澄清一下？就怕解释不清啊！谁能相信食神大人出身平凡，但厨艺惊人，年纪轻轻就一人单挑整个龙国美食界啊？哎，食神，似乎你早有对策。马哥，你的活被人抢了。哼，这不正合你意吗？没错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不是澄清，而是继续火上浇油。经过钱总和赵总的持续发力，国外已经知道龙国的丑事，江浙美食协会会继续装死。我还找人散布了各种假消息。辛苦刘会长了。马哥准备怎么样了？他5分钟之后将会开启直播。不过，你确定要把美食秘方公布给大家吗？那可是价值4个亿啊！当然了，你不是也看过我的计划书吗？只有让所有人都学会做饭，龙国才能诞生出更多优秀的厨师，龙国美食界才能站上世界之巅。大家都擦一下自己的口水，不用你们说，我也知道自己很帅。哎，那些刷照片留地址的，甭管，我踢了。我现在可是正经人啊，只对美食感兴趣，少拿美色来诱惑我。就是，马爸爸和我的思想高度惊人相似，不愧是我的终身偶像。马爸爸是看不上那些歪瓜裂枣，你呢？那些歪瓜裂枣看不上你。不过马爸爸，你作为美食圈纪委，能不能管管美食圈风气？太丢人了。就是，龙国食神大赛的黑幕都传到国外了，我在外面上学都抬不起头。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等我查一下。他妈的，太过分了，老子忍不了了！喂，给我联系龙国食神，让他后天全平台直播道歉。什么？办不了？办不了我就办了你！哎呀，马哥的演技真是出神入化呀！热搜已经炸了锅了，第1条就是马爸爸冲冠一怒整顿美食圈，4条是先任食神跪地求饶，我们的计划成功了。那还得感谢孙猛他们的帮助，特别是巴老，人都逃到国外了，还不忘助力龙国美食界的发展。国内现在最期待的就是你的道歉，面对这样的丑闻，国外估计也会来掺和一脚。你的全民食神节目可以说是未播先红。接下来该我表演了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我们的节目公平公正，他就是食神，他当之无愧。哼。一郎君。你的计划大大的好，龙国食神这次死了你！哈哈，全靠一郎君，没有您的财力支持啊，我做不到这么好。这个地坛牢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八君，你的错了。一郎君，请你指教。为什么只在龙国播出？您的意思是？我要联合美丽欧罗巴等国食神，放开直播关注，让他的世界的身败名裂，永远在美食界消失。哈哈，一郎君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道歉会太火爆了，我差点没抢到入场名额。本届食神啊，也算是出名了。不过，
是恶名。奇怪，国外各大媒体竟然都来了，网络上更是全程实时直播。马小云的影响力有这么大？狗屁！这些人就是来看笑话的。哼，真服了，道歉就道歉，还放国外媒体进来，这下好了，丢人丢到全世界了。可不是吗？哎，你看，哇，马爸爸来了！马爸爸，呸，马先生，您作为本次道歉会的发起人，有什么话要对观众说的吗？我就一句话，大家好好看，好好听，一定会有大收获。大收获。一郎先生，您作为被邀请来的唯一国外食神，有什么感想吗？龙国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马小云先生很识趣，我会加强和他的合作。真的非常抱歉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女人的、工具的干活，道歉的不行。你们龙国人竟然让一个女人上来丢人现眼，龙国师神呢？让她出来下跪道歉。大家误会了，我道歉是因为今天不是什么道歉会，而是我们全民食神节目的推介会。这几道菜分别是麻婆豆腐、酸菜炖豆腐、皮蛋拌豆腐及锅包豆腐，都是我们龙国食神的首创美食。不可能，豆腐只能做豆腐汤，这是我们大东洋国美食的公认。谁说不可能？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们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菜就多练。八嘎，龙国食神，又是你！卑鄙无耻的龙国食神，你设计陷害了我们，陷害了所有人。你们是要干什么？是要与全世界为敌吗？不，我站在这里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龙国美食，更多人学习龙国美食，这也是全民食神节目的宗旨。所以这4道菜的秘方我会免费公布。慷慨大方的龙国食神，全世界的人民都感谢你的馈赠。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，那等我们把某个闲杂人等赶出去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教学。那你，我的闲杂人等，不然呢？我的大东洋食神，你们的特约嘉宾。再说，秘方你的免费公开，全球的直播，我的为什么不可以在场？因为你太丑了，影响我教学。一郎先生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嘛！全世界的网民都在等着尊敬的食神大人公布秘方。你如果还不离开，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就是赶紧滚！赶紧滚！离开！离开！离开！出去！安德烈先生，大事不好！我在看直播，靠着赠送价值千金的美食秘方，不仅扭转了自己之前的负面形象，还让全球知道了全民美食节目《中国食神》不简单。安德烈先生，我更怕他的创新能力。普通厨师梦寐以求的美食秘方，对他来说似乎唾手可得。能成为一国食神，那个不是天才，那个没有底蕴。天才跟天才又不一样，龙国这个美食荒漠出来的天才，
可是，安德烈先生，他这样成长下去，我怕世界食神大赛会……你想多了。世界食神大赛是龙国永远达不到的高峰，不过龙国今天有些高调，我觉得应该回应一下。以上就是4种美食的秘方，厨师练习之后可以精进厨艺。至于普通人，有了秘方，只要多尝试，或多或少都能激发美食天赋，厨师有望。好，食神威武！想不到我有生之年竟然有机会成为一名厨师。我回去就辞职，能成为厨师，谁愿干这破记者？我马家所有的电视平台以及网络平台全力支持食神的节目。我代表金山网集团全力支持食神。我石伟轩也一样支持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世界5大食材集团刚刚对外公告，因不可抗拒因素，削减对龙国大豆、玉米、鱼类等食材的出口份额，削减额度最大可达90%，持续的时间未知。这就是制裁，这就是封锁，什么不可抗拒因素？我看他们连借口都懒得找了。我们刚刚成立了龙果食神的招牌，鼓励人人学美食。正是需要大量食材的时候，这一招真。天叔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解决食材短缺，无非开源节流。国外捏死了食材的源头，开源不行，就只有节流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大家都少吃点？老赵，你好歹是个总经理，能不能有点脑子？我的意思是，全民食神先停播，稍后看情况再继续。不行，全民食神计划关系着龙国崛起的希望，也是我们龙国美食界的未来，绝对不能终止。老赵，你冷静点，龙国美食连现在都保不住，哪有心思去考虑未来？刘弼，姓巴的老东西找你。低贱的龙国人，这就是得罪我们的下场。一郎君托我给你们带个话，只要交出秘方，下跪道歉，我们就可以网开一面。否则，对不起啊，你年纪大了，骨头软，我骨头硬，跪不下来。喂，刘弼，那我们大家不用担心，就按钱总说的做。那我现在去通知节目组，全民食神停播。不，让他们加大宣传力度。明天我们主推新食材。新食材？哦，都看着我干嘛？钱总说的，开源节流嘛。既然我们不能节流，那我们就开源喽。哎呀，龙国地大物博，人杰地灵，找个新食材不轻轻松松吗？可是这没有验证过的食材，有人会吃吗？放心，明天的食材一定会让大家大吃一惊。妈的！一郎，你的计划似乎失败了。对不起，安德烈先生，我低估了龙国人的人性。我觉得应该继续打压，比如在全球禁播他的节目。你错了，一郎，不知道你有没有钓过鱼？与剧烈挣扎的鱼对抗是最愚蠢的行为。既然他们如此慷慨地公开了食谱，那我们为什么不笑呢？哎，易老师教了，记住，食材、美食厨具、美食标准乃至美食文化都掌握在我们手里。那小小的龙国食神，难道还能带龙国翻身不成？そうですね。安德烈先生，不仅厨艺惊人，目光
更是高远。不愧是厨师的典范，食神的标杆，我定要继续向安德烈先生学习。不知道食神今天要准备什么美食？秘方是不错，可是食材太贵了，大豆疯涨，连带着豆腐都快买不起了。只要能成为厨师，食材贵点怕什么？我已经把车卖了，就要拼这一把。感谢各位现场还有网络上的朋友对《全民食神》这个节目的支持。今天我们不讲秘方，我们讲一讲我发现的龙国食材。我操，龙国怎么可能会有新食材？不可能，专家都说了，龙国的气候和土质不行，食品的口感和营养都跟不上食材的进度。这个只能算是赝品。今天就是打死我，逼我从楼上跳下去，我也不会吃一口龙国食材做的饭。笑死了！龙国食材连龙国自己人都不敢吃，你推荐个屁呀！赶紧公布美食秘方，不然就取关。刘弼，让你当食神，你他妈让龙国人吃草啊！让你当食神，你他妈让龙国人吃草啊！孙猛，你这个混蛋怎么又来捣乱？保安，保安呢？别喊了，刘会长，你的保安早就被我搞定了。怎么着？这么着急赶我走，是害怕我戳穿你们的骗局啊？什么骗局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！还我胡说八道？你们打着全民食神的幌子，靠公布秘方来聚拢人气，然后靠着食材短缺推出一个本土食材，捞一笔大的，然后跑路。还我胡说八道，没想到你们的手段这么低级，拿几根青草糊弄大家，连检测报告都舍不得买吗？食神大人，我拿到检测报告了，数据惊人呐！你们盯着我干嘛？我没迟到吧？赵光，快！啊，真的有检测报告？莫非这就是一场包装好的骗局？我就说，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？狗屁食神，狗屁人人学做菜的梦想！我看就是盯上我们钱包里的钱。你们竟然蠢到用赵光来当托，演员全部就位，现在该公布价格了吧？说吧，多少钱？我全部包下来。孙少大气，陈慧，20万。你他妈一盘草要我20万？孙少大气啊，陈慧，20万。你说多少？你他妈一盘草要我20万？一根20万。刘弼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孙少好心买你的食材，你不感恩也就算了，你还敲诈他。对不起，我这个人卖东西看人，普通人免费，至于你们两个，我要收精神损失费，因为一看到你们俩，我就想吐。你什么你？买不起就赶紧滚开，别影响我们直播。买，当然买，差点被你们岔开话题。只不过我作为买家，总得知道食材的基本信息吧。刘食神，要不你再你再给大家介绍介绍。好啊，既然顾客有需求，我当然满足。这种食材材质柔嫩，口味鲜美，味道独特，食用安全，并且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在龙国随处可见，形状独特，我将它命名为韭菜。你说安全就安全，你说有营养就有营养啊！不信的话，我们找了国内外知名的检测机构，连夜出具了检测报告。检测数据太容易作假，除非有人来试菜。当然可以，现场在座的朋友们，有谁愿意？哎不，我这儿有个合适的人选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孙猛，你他妈什么意思啊？找个死人来试菜？这是一名罕见的重度过敏患者，任何食材对他来讲都像毒药一样，拿他来试菜再好不过。看到了吧？可以根据他的反应情况来判断食材的好坏。如果他毫无反应，那么证明这个食材肯定死紧。你们就是在无理取闹，我们……
优秀的厨师从来不挑食客，如果你们选择让他来试菜的话，我没有意见。好香啊！除了鸡蛋的清香，还有一股我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味儿。这就是韭菜的香味吗？好想尝一口试试。我最讨厌鸡蛋了，但今天感觉很特别，很想吃。难道加入韭菜就是鸡蛋的正确做法？闻起来好有食欲。难道韭菜真的是一种食材？不，病人毫无反应，看来是我多心了。秘方韭菜鸡蛋完成，你可以让你的人试菜。那我倒要看看你的食材有多真。我就知道是假的。哇！司马，你找的人不是食物过敏吗？怎么吃的这么欢呢？难道你也是我们的托儿？你这个托儿演技也太差了吧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不是病了吗？对，他过敏症没犯，这食材肯定是假的呀！你吃了假的食材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？没有啊，我感觉浑身暖洋洋的，比之前更有精神了。肯定有什么特殊异常，你再感受一下。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异常的话，一柱擎天算不算？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一柱擎天，扯淡的吧？这确实是异常。忘了告诉各位，韭菜可以温补肝肾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能壮阳。我操，难怪这个病人年纪这么大了，还可以一柱擎天。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得到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一个朋友需要。我记得我好像在菜地旁边见到过这种菜，真是意外之喜。稍后我们会公布韭菜的挑选标准，以及韭菜炒鸡蛋的秘方。当然了，大家也可以来集善坊和我们石味轩购买精品韭菜，欢迎欢迎。龙国地大物博，像韭菜这样的食材还有很多，水里的莲藕水芹，山间的松茸蜂蛹等等。有人啊想玩什么封锁，我看他纯属想多了。黑狼，这个韭菜真的有壮阳的效果吗？是的，安德烈先生，我已经叫人试过了，韭菜经过简单处理以后就有壮阳效果。当然，效果最好的还是它的秘方。这么神奇吗？那拜托一郎送些成品到我家，我要亲自检验一下。一郎，你认为他最后说的那些食材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虽然没有试出烹饪方法，但根据检测结果推断，大概率是真的食材。该死，食材封锁要提前解除了。可是这才不到2天。龙国发现了功效强大的新食材，五大集团当然坐不住了。他们发消息给我说要解除封锁，要和龙国交易韭菜，这是一群只看眼前的资本家。可恶！龙国运气真好，逃过一劫。之前对他确实过于轻视，谁能想到他竟用韭菜破局了？该死！安德烈先生，怎么了？我得到消息，龙国又向美食协会提交了多种食材。一郎，不能再等了，龙国食神必须消失。什么？他一个节目就打破了多年来对龙国食材秘方乃至舆论的封锁。如果继续下去，我怕龙国美食界会翻身。刘碧，我们上期节目在网络上彻底爆了，韭菜在世界各地卖疯了。你看，我们下期节目的预定已经超过10亿人了，我们的节目彻底成功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刘会长，别忘了我们的目标，让龙国人人学会做菜，让龙国美食界登上世界巅峰。哎呀，叫什么刘会长，叫我冰冰好了。其实我很好奇，
韭菜真的可以壮阳吗？当然，刘会长，哦不，冰冰，你要试一下。好啊，在这里吗？师神大人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五大食材集团已经撤销了公告，还说要跟我们加强合作，让我们加大韭菜的供应。我呸！一群有奶就是娘的王八蛋！他们还……你们怎么不高兴啊？啊，高兴，我们高兴啊！赵总，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？钱总他们呢？小马去庆祝宴现场了，老钱突然肚子疼，所以我就一个人来找你们了。赵总，你什么时候能像钱总他们那么识趣就好了？刘会长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冰冰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赶紧过去，别让他们等急了。对。目标已出现，机关请就位。老钱也太过分了，去完厕所不等我们直接就走了，还让我快点过去。那赵总你还不快点过去啊？刘会长放心，好歹我也是个长辈，怎么能落下你俩人不管呢？啊，那还真是多谢赵总了。小心！你他妈怎么开车的？都小心点，这是针对我们的伏击。找死！嘿，哎呦！还有谁？不对，救护车怎么来得这么快？欢迎各位来到第15届世界食神大赛的现场。首先有请上届世界食神薯条之王，伟大的美食创造者、美食掌控者美丽国安德烈先生。哇！天哪！食神！下面有请其他各国选手入场。哇！欢迎你们！安德烈先生，事情已经处理妥了。有处理干净了吗？放心，我和八军设计了3波行动，甚至还动用潜藏龙国的自爆特工，现场救护车都爆炸成碎片了。只要他终极上场，绝对活不下去。最后是还未到来的龙国队，距离比赛开始还有5分钟。按照大会规定，迟到者一律取消资格，还希望龙国选手可以准时赶到。龙国食神坚持赛了，可惜我还想要和他请教下救菜的其他做法。永远没机会了，听说龙国食神遇到恐怖袭击被炸死了，真是遗憾。救菜可是挽救了我的家庭，阿门，愿他安息。八军这次立了大功，他希望我们支持他，作为龙国替补参赛。诸位，我今天特别荣幸能代表龙国参加。赖皮狗，你敢！赖皮狗，你敢！是他，全球男人的救星，本世纪最伟大食材韭菜的发现者。让我们热烈有请龙国食神刘弼。龙国食神，我支持你，记得多公布些韭菜类的美食秘方。你如上帝般挽救了我的尊严，挽救了家庭，阿门。现场连一个龙国观众都没有，看来这次我们要孤军奋战了。对不起，刘女士身上虽然没有什么大伤，但是额头被飞溅的碎石击中，现在是植物人状态，能不能醒来就看天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有系统的人吗？妈，你能不能救他？自主任务生成中，生成完毕。任务获得世界食神称号，奖励救治刘冰冰，任务期限5天，是否接受？接受。世界食神，智能树，滚开！最后一位选手已经到场，那么请闲杂人等离开，比赛马上开始。现在宣布新规则：
参赛队伍已经就位，下面公布比赛新规则。为促进世界美食发展，经过世界美食协会讨论通过，大赛由原本比赛评比改为由厨具、食材、秘方以及美食文化4个方面进行比拼，不设具体裁判。哇，这次自大的龙国人妄想世界食神，做梦！你得仔细听规则，不然淘汰的，死了的。本届共有6支队伍参赛，需要通过抽签来完成签上的任务。每支签有 S 到 D 5个难度，完成任务得分，失败10倍扣分，负分出局。得分最高者即为世界食神。本次比赛新增美食积分，由各参赛队伍过往成绩换算。美食积分可用于抵消失败扣分，可申请任务降级。各参赛队伍得分如下。这分明是针对我们龙国，这不公平！我抗议！抗议无效，要怪就怪龙国队之前成绩太差。我美丽国这么多积分，试错机会无数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那么第1场成绩比拼抽签开始，首先有请美丽国食神安德烈先生上台。美丽国抽到了 B 级难度，降低到最低难度。美丽国使用美食积分4分，降低难度为 DD 级。美丽国剩余积分1696分。下面有请其他队伍上台抽签。最后有请龙国队选手上台抽签。很遗憾，龙国队竟然抽到了 A 级难度的题目，请问是否选择降级？龙国只有1分，连最低的降级消耗都达不到。主持人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龙国队并未选择降级，那么根据比赛规则，首先公布难度最高的任务。这真的很厉害，真是太棒！龙国队抽到的任务是，在12个小时之内用生锈菜刀在豆腐上雕刻水仙花，不能有任何瑕疵。Oh my god， 这任务也太变态了吧！哦，这样的任务也许只有上帝能完成吧。龙国人，如果你们不满，可以选择降级的。哦，忘了你们没有分的可以降级。嘿嘿嘿嘿。すごい。比赛由最高难度选手开始，那么请龙国队选手快速做好准备，比赛即将开始。龙国人，别挣扎了，放弃吧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这个混蛋！你这是干扰比赛，你这是违规！裁判呢？比赛的没有裁判的干活，他的死了的。伊朗可没有进入对方的厨卫，这不算违规。再说了，身为厨师，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必须专注，他似乎还不够格。完美无瑕的作品，龙国食神在众人面前创造了奇迹，真是惊人的厨具运用。老婆，快来看上帝的杰作！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完美的艺术品。原来美食也可以看吗？
弑神威武，弑神牛逼，弑神牛逼！你们两个小瘪三还想影响弑神大人的发挥，白日做梦！赵总，麻烦帮我联系一下钱总，必须想办法了，不然我们迟早要输。我们不是赢了第一局，形势大好吗？不，我们一直在对方的规则里绕圈，只要输一把就彻底完了。要是想赢，必须跳出规则。是。哼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昨天的厨具比赛，除龙国队外，其余队伍都选择了降低难度，各队伍得分如下。哇！那么我们继续今天食材方面的比拼。首先有请得分最高的龙国队食神上场。龙国队竟然抽到了难度最高的 S 签，任务是用一种食材做出一道包含10种味道的美食。开什么玩笑？这 S 级难度的任务是不是根本没想让人完成？一个 A 签，一个 S 签，龙国这是走的什么霉运啊？难道今天就要被淘汰了？让你说点校长，一开口好像世界之神的名号已经落入你手一样，现在继续争啊！很遗憾，龙国队抽到了下签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。等等，你怎么不问问我选不选择降级啊？你的想要降难度，美食积分的有？我没有，但是你有啊。比赛没有规定美食积分不能转让吧？这倒是没有规定，不过转让积分最少也要先征得对方同意。我的不同意，你的死啦死啦的。你不同意没有用，有人会让你同意的。哥哥，依然你的积分必须传给村委的路径，否则继续这样子的干活。那你报告，你的口气大大的。报告，我是齐小秀，第2局你的造反的。组长大人，斯密马塞组长大人。6局大对方的规避，你的必须攻击的，否则加罚死了死了的。嘿。要是东洋食神不愿意，不知道其他参赛队伍怎么想啊？我法兰西愿意把所有美食积分转给龙国食神。我废墟食神也愿意把所有美食积分转给龙国食神。还有啊，俺3馆也愿意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昨天还是一直对抗龙国，怎么今天集体投降了？法兰西投降我不奇怪，但其他国家怎么回事？你用了什么魔法？哼，你猜啊？傻了吧？爷没魔法，爷有卦。让你针对，大爷把你们的摊子掀了，看你怎么办。我会根据你们的食材定制美食秘方。China No.1，OK？OK。3国的朋友 ，China 欢迎你。龙国的美食是勾引，东洋国的积分你的。就算你获得了所有参赛队伍的美食积分又如何？输赢还未定。我的目标一直是世界食神，所以，我弃权，我弃权，我弃权。怎么让其他队伍退赛，准备展示你的统治？看来你想起来了，规则触发。一场死斗，决胜负。斯密马塞安德烈先生，我已经查清了，那个巴卡用定制美食秘方和其他人交易。我们东洋国的定制是海鲜刺身，所以不是我要向你道歉。你提前发现了他的危险，我却没有在意。以至于让他成长到这个地步。明天我要和他死斗。巴老不是你的龙国朋友吗？我希望
老钱和小马发来消息，嘿嘿，和其他国家对接顺利。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神灵啊，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秘方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只是运气比较好罢了。我最不喜欢你们这些凡尔赛。刘会长情况怎么样啊？万一……哎呦，瞧我这乌鸦嘴，没有万一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拿到世界食神的冠军，他也一定会行。欢迎各位回到世界食神大赛的现场。本次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，甚至需要通过死斗来决定胜者的归属。那么，我们有请死斗的双方，美丽国食神安德烈先生。好，以及本场比赛最大黑马中国食神刘弼。食神！下面介绍死斗规则：双方蒙眼同在一室做饭，最后双方将成品的一部分取出遮盖，由双方相互猜测具体食材，猜中的一方即为赢家。什么？我睁着眼睛都做不好饭，他们还要闭眼做？怪不得叫死斗。蒙眼操作不好就会受伤，甚至死亡。观众们说的没错，死斗考验的是厨师的嗅觉和肌肉记忆，由于危险极大，所以允许弃权。双方选手准备好了吗？为防止作弊，比赛现场没有任何监控设备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从外观上看，美丽国食神略逊一筹。下面请双方开始推测食材。你这份既有鲱鱼的刺鼻，还有羊肉的膻味，甚至夹杂了一丝鸡肉的香味，可我还是闻到了那一丝鸽肉的清香。我猜这是鸽子肉。我提醒你，我的不是肉。不可能，你确定吗？大佬照人盯着你的食材，带给你的只有鲱鱼、羊肉、鸡肉和鸽子肉，幸好也没发错，想忽悠我没门儿。现在轮到你了。很巧妙的做法，用浓鸡汤搭配大味道的佐料，反复浸泡食材，想要彻底掩盖。可惜一丝若有若无的薯条味，让你露出了破绽。你的盘子里是一根薯条。不错，嗅觉很敏锐，这一局算我们大题。不，你错了，是你输了。不，我不信。怎么会有人能用肉味把鸡蛋的气味遮掩？我作为世界食神都做不到。不。何必要这样呢？看来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新的世界食神已经诞生了，他就是来自龙国的刘弼。食神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刘冰冰治疗中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地摊了，怎么会获胜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该死的安德烈，我孙家全部资产都压在你身上，爷爷，刘弼赢了，孙家完了。
爷爷，牛逼！我要你死！安德烈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是食神，我办不到的你也办不到。安德烈先生难道真的疯了？安德烈先生，钱！我有钱，我有钱，钱有钱，快给我！钱都给我！给我钱！给我钱！要飞！刘碧，是苏沫强迫我才和他在一起的。其实我爱的一直都是你啊！只要你肯重新接纳我，我发誓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真的，做什么都可以？真的，你看我今天穿的是你最喜欢的那一身，里面，哎呀，只要你肯重新接纳我，我今天晚上就让你看。有利你个贱人！还有刘弼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要你们去死！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过来救人！除了那2个遭报应的贱人，没有谁是需要救的。现在最需要救的人是我。救你？怎么救你啊？当然是救我这颗爱你的心呐。我有个愿望一直没有告诉你，那就是希望龙国美食文化传承到全世界。你得帮帮我。我怎么帮你啊？帮我生一个排球，不，足球队，不然我这一身厨艺传给谁啊？好啊，